這個地圖是攻防裡面比較熱门的一個，然后呢，我又用了一个新的滤鏡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水源啊，這個水現在就顯示的特別真實。然後我們要在這個地圖上去發展房子的話，先來到我們的出生點啊。出生點我剛才大概看了一下，在我們下高速的位置啊，前方有一片洼地。鑑於在前期我們什麼都沒有解鎖，只能把一些小別墅啊放在前方的這個山谷裡。那麼我們來到這個高速的方向啊，我們可以選取一個曲線的工具，在這裡先開一個環島。剛才繪製了那條馬路以後啊，立刻就解鎖了單行道了。我們把這條路呢再變成單行道，通過這條單行道呢，我們再向前延伸，大概在這個位置。這個環島我們就先用水泥路了，後面的馬路呢，我們就先用一條土路。為了省錢，現在由於遊戲的開局，我們現在只剩下68000了。想象一下啊，從這裡開一條路口，找到剛才這條小土路，來把這個路口啊向前延伸，延在這兒。然後左邊的位置啊，左邊的位置想一下，從這兒應該拉一條直線。我們先把這條路作為一個參考拉在這兒，然後從這個位置再開一條路口。開完路口之後，我們再把多餘的路線給刪掉。然後這條路口有點太直了吧，也起一個彎道。差不多，這樣的話不堵車。我們檢查一下這個山谷啊，這個山谷的話，旁邊的地皮沒有買，只能建設一小片。為了節省空地啊，我們先從這兒把這條路呢看一下，能夠沿着地形鋪在哪兒。差不多。左邊的話，其實這個地方位置不小啊，先這樣拉伸。哎，然後呢，我們為第二塊地皮做準備。我們從這個位置再拉一條曲線。OK， 這裡我去，這裡強制了一個高架啊，已經可以蓋房子了。我們先把這條路給升級一下，應該讓它強制地面，然後再升級。這個地方想一下啊，第一批房子我們蓋在哪兒？第一批房子的話，按照這個地形來說，這個位置是可以繼續向下延伸的。沿在這兒吧。然後低密度的住宅區直接這樣放置。我去，這個地形太不平整了啊！不過無所謂了，我們也不平整地形了。然後把遊戲加速到3倍的一個速度，檢查一下。美景住宅區、毛櫸木住宅區，你看這個房子陸續都已經蓋起來了。它是我們遊戲自帶的一個房子，這個房子它竟然還帶了游泳池。再找一下這個水電的問題啊，這個水電的話，其實這個地圖比較適合放一些風力發電機。風力發電機的話比較漂亮一點，是吧？但是發電機維護費用80塊錢，我們再檢查一下這個太陽能板，每周20塊錢。為了前期更好的經營啊，我們先這樣放置。這個地圖我們前期先經營，後面再造景。然後水電的問題的話，想一下啊，我們來旁邊的這個河流來看一下。在這兒放抽水站的話，是不是有點太遠了？哎，太遠了！我們現在沒有那麼多錢啊。拉水管在前期也是比較費錢的。我們可以在附近啊，離居民區稍微遠一點的位置，先放一個小水塔。這個水塔周圍的圓呢，代表着噪音污染。離村民太近的話，他們會生病啊。我們就直接連接一個小水管，這樣連接。OK， 前方的位置我們再放一個太陽能板，這樣放在水塔旁邊，解決完城市用水的問題了。現在污水倒灌的話，還得把遊戲暫停，這個時候不暫停沒有辦法。如果說我們把水源直接排在海裡的話，後期我們做都市是很難去治理的。最好我們能把這個村莊的工業區給劃好。現在這些市民他們有高工業或辦公區需求，他們是需要打工的。我們可以先把這個水管呢向下方延伸，來到這個位置。先給大家看一下啊，這個位置它有一個火車鐵路，也就是說呢，我們後期可以在這裡建設一個貨運的火車站。唯一的缺點就是離我們新建的村莊太遠了。不過在前期也無所謂了，
讓這些市民啊，他們可以步行3天來到他们工作的地方，然后再上2個小時的班，他們就可以放假了。來到這個位置以後，我們中間預留一片空地，這個空地是我們未來要建設火車站的，放在這兒。然後工業區呢，就可以建設在火車站的旁邊，不太遠的地方。比如說在這兒，我們先預留一格的位置啊，還有4萬塊錢，建設一條路需要1000。再往前一點，先把這個未來的區域給畫好。其實這個位置我們直接拉直線比較漂亮。來吧，我們再找到這個地形啊，觀察一下，旁邊有一條小河，這個小河肯定不能放置了。然後我們再根據地形上的植物啊，先把這條路這樣建設。不能影響旁邊的環境，是吧？該抬高的節點再把它抬高一點，從這個位置再把它連接一下。我們盡量把每個路口都做成90度，這樣的話在後期它是不會堵車的。然後先向前一點點，為火車站前方呢，我們再增加幾個路口，比如說這裡90度。由於前期沒有解鎖，然後這個工業區呢，我們先把它放在上面2格的位置。水源剛才已經連接了。靠近火車站比較近的位置啊，這裡什麼都建設不了，這裡盡量就不要放置建築了，我們可以放一個風力的發電機。OK， 把遊戲繼續啊，恢復到3倍的一個速度。那麼工業區水電的問題也就解決了。盒子工廠，長龍辣條廠。哎，我去，這個建築為什麼這麼高？哎，這是我新訂閱的啊，這個建築。它和我們自帶的這個工業區看起來有點不太一樣，是吧？哎，一會兒再把它取消訂閱啊。我們現在先找到這個污水處理廠，把它放在風力發電機的旁邊，然後再連接一下水源。這樣我們城市還有工業區排水的問題都得到了解決。哎，這個建築看起來太違和了。由於我開了真實人口啊，我發現我去，現在這個房子它需要500多個工人。我們把這3個高樓全部給拆了，用不了那麼多啊。其他的小工業呢，每個工業都需要解決20位工人左右。然後我們來到前方繼續來發展人口啊，現在需要大量的人口。然後根据這條主幹道呢，我們先延長一部分的道路，再次的把它連接。OK。這樣一來，上方的道路就用不上了。這個路口挨得太近啊，我們先把這個房子呢，全部給安置吧。現在需要大量的工人。我們把亮度稍微向上調整一點點，看起來太黑了。OK， 差不多啊。這些房子呢，現在也已經蓋起來了。檢查一下，這家還有信箱啊。副手在長龍辣條廠，說明這個家庭啊，他已經找到了工作了，就是我們新建立的工業區。再來到工業區來看一下啊，這裡現在工人不足，受過度教育。那些村民在搬進來的時候，他們已經有了部分學歷了，所以我們需要把這裡的工業呢，先讓它強制升級一下。這樣一來呢，有學歷的市民啊，他們就可以找到合適的崗位。那麼我們在前幾期呢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人口給提上來。現在又有高商業區需求了，那麼也就是說，那些工業他們在生產的一些商品是沒有地方銷售的，一部分可以走高速運到外面的城市，另外一部分呢是可以把它建設在居民區的旁邊。我們從環島中間再增加2條道路。哎，我去啊，小村莊了。OK， 解鎖了小村莊。然後我們再把小村莊上方的道路向下延伸，檢查一下地形啊。這個地形的話，這裡正好有一個坡道，但這個坡道現在看起來不太誇張，我們就不再調整它了。把坡道上方的道路呢，我們根據地形啊，在這兒繼續畫一條曲線。那我們在這個位置啊，先一步一步的把房子開始蓋起來，低密度的商業區。在蓋房子的同時，我們繼續把這個道路向前延伸。
我們這個時候可以把遊戲加速到3倍的一個速度，然後慢慢的觀察一下這個商店工人不足的問題啊，慢慢的自動就解決了。現在我們的新房子已經陸續蓋起来了。通過前方的位置啊，其實環島中间本來是不想蓋房子的，實在要蓋房子的話，我們可以來這兒。現在我們每周的收入已經1600了，600多個人口。再檢查一下這些房子，一個家庭入住的人口太少，這麼高的房子才可以入住2個人口。